万总，放心啊，这个男的，我替你一块扛。陈总，谢谢啊，你别安慰我了，赔偿金我来付，家属要多少钱我给。你付？我顺带手帮你把银行的贷款全付了，钱呢我都给你备好了。这样，你找机会呢跟你哥说一声，把矿山给我就得了。啊，这银行欠了那么多贷款的，这利滚利啊，肯定是还不上。还有这个，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。陈总，你直接抢不就完了吗？万总啊，只要你让你哥呢把这矿山给我，你要啥条件你提。陈总，谢谢款待啊，谢谢。医院那边一堆事儿呢，都得我去处理，离不开人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你说那个矿那事儿吧，那不用问我哥，我都不能答应。想啥呢？啊，再见。让你走，聊完了吗？你就走？咋急眼了呢？你再约啊！干什么玩意儿？回去！怎么回去？躲开！回去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！我腰！放开我！陈总，你这啥意思呀？陈总，我跟你说，我腰有伤。哎呀！来，你整死我得了，你整死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你整死我吧。升降梯，啪一下掉下去，那是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轿车没有脚力。轿车为啥没有脚力？是因为啊，轿车没了刹车油。那个轿车为啥没有刹车油？因为这刹车油是我放的。你们呢，老老实实的把矿给我保证啊，从此收手。否则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能干出啥事。万总，公司法人代表叫万朝吧？矿难之后，小万总就找不着了。我明着告诉你啊，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，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。不是早不出这事儿，晚不出这事儿，弄我点啥呀？都怪我。超儿之前一直吵这要偷财，我使劲劝他，咋都劝不住。你还能干点啥呀你呀？那潮呢？潮他自己害怕被抓，事发之后就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能找着吗？能，我正找着呢，我指定能找着他哥。潮，你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哥，这回矿难，咱不是这死了俩人吗？我寻思着，咱要是能主动的多给人家属赔点儿，让他把那个条件书签了，兴许潮那就没啥事了。你说的简单，钱呢？钱从哪儿来？你要不出这个矿难吧，还好点儿，那矿还能有个人接手。这现在你说出这事儿来，
那啥，你也别上火，我在这里边我合计了一下，不行的话你就把我那几个房子你都卖了吧。不用哥，不用，现在有人愿意替咱掏这个钱。谁呀？那天龙集团。哪个天龙集团？我咋不知道呢？就那个陈总。哪个名儿？陈胜龙。谁？陈胜龙。他那个公司在市里很有名，而且陈总也答应了，帮咱付工人的医疗费跟补偿款。哥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咱还是把矿卖了。哥，万海在这儿呢。万总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解开不就好了吗？哥，你咋了，哥？哥，你啥时候跟这个陈胜龙搭个上的呀？我没跟他搭个，是管委会那个刘主任带着来的，是他主动找的咱。啥时候的事啊？就前一段时间啊。哪天呢？哪天一两个礼拜前吧。几次啊？总共就一两回。我是觉得他条件给的还行，跟他唠了唠。那你告诉我啊，这次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吗？有的啥错了？是我放的。如果你哥不同意把矿给我，小万总的命就交给老天爷吧。这公安定的性啊，哥，你啥意思啊？你看这个视频的位置。这个视频是我录的，我只发给了小万总。万朝是吧？这就是他发给我们的。你那天看见那个人，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？那天，你看到那视频，我是从这儿录的。这个人走了以后，我进来，这地上满地上都是这个油脂，当时油比这个多。公安给出的结论，就是输油管年久失修，漏油。那漏油是一滴一滴、一点点的往外渗，怎么可能形成这么一大片呢？啊，这一定是有人把这个输油管这个阀给打开之后，油瞬间就喷出来了。你看看这儿，这都是明显喷的痕迹，啊，滴油能滴到这儿来吗？能滴成这样吗？还有啊。这个油流光以后，绞车这个绞盘就咬不上劲儿，是生线断龙，那能不掉下来吗？什么生产事故啊？明显就是人为的破坏。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，这个人就背对着我，顺时针出这里，他一定是把这个输油管这个口又重新给接上来，造成一种漏油的假象。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啊？老矿长啊，事故发生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咱们绞车车间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当时我在值班室值班，不负责具体施工人员的工作安排。当天下井的工作人员的登记名单有吗？这事儿啊，你去问问那个陈辉，那天下矿的是他们的班组，他天天跟矿工一起干活，一起吃，一起住，他清楚。好，麻烦你了。今天咱们的谈话不要跟任何人说，要保密。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，留个联系方式。谢谢你。
张红军，正科级哈，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，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实领是6742。按你自述，孩子上学，老婆无业，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，也没有房产在租，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。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？财产问题，我经得住查。没有额外收入，没有。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？没有。没有额外收入，也没有额外财产。对。那么说，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？擦屁了！我弟弟，他在国外做生意，那治安不好，他挣的钱放到国内，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，在我弟家。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？你看，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。啊，你再看，哎，你看，这人是谁呀？我媳妇儿。哦，你媳妇儿哈。嗯。他在这干啥呢？不知道。他签字了，就是他承认了，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，那供认不讳了。你听明白吗？不会啊。对呀。你还有别的？你看，这啥呀？你看这个背影，熟不熟悉？谁呀？不是，太黑了，看不出来。黄老师，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？哎，你帮我支一下，拿住了哈。你看，谁呀？哦，那这在哪儿呢？我在路上，轿车中共室。什么时间的事呢？就是事故发生当晚。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，你帮我确认一下。我看看啊，第一个是我妈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，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。你确定是16个？对，我确定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哑巴不在。哑巴？他也不是真的哑巴，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。他是新来的。啊，叫熊二强。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？瘦瘦高高的，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，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。熊二强。你让人给拍了，现在承认了。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，就咬死了不说，你啥意思？我忘了啊！我到那个轿车中控室检查，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。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轿车中控室检查的？我们接到报警嘛，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，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。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？不是啊，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，就你从你这些年，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？没处理过，但是我们这是矿区，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。哦，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，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，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？
将军，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。矿难发生当晚，你一个人单独行动，跑到了绞车控制中心，你到底干啥去？我去了那个绞车总公司，我拿那个扳手把造成事故的那个螺丝拧回去复原。是你自己要去的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领导让我干的。哦，哪位领导？孙局啊。请问孙局全名？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副局长孙飞。所以矿难当晚，你受孙飞的指使，一个人潜入绞车房，复原了绞车上的螺丝，破坏现场证据，改变事实真相，使这个事故被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改变了这个事件的性质。以上情况是否属实？属实。属实。江远，你想回来发展，想大展身手，这些都可以，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，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，人家会怎么看你，又怎么看我？领导，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，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，这事我都没求过您，对吧？我在东平创业，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。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，那东平现在有资源，有规划，东平要发展，我也要发展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别的地方都可以，就是东平不行。你给我离开东平。不是为什么呀？只有东平才行啊！东平有铜业，其他地方没有。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，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，我怎么离开啊？我3年了。啊，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？领导，这事我得跟您捋一捋啊。是这么回事，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业矿呢，其实就是宇天成之前那个矿。你说哪个矿？就是宇天成之前那个矿。你要的矿批下来了，去办手续吧。感谢江书记，太谢谢了。记着啊，我们之间两清了。江书记，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，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，我心里也很难过的。于天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，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。江书记，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。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，可是我的学生不，应该也是我的孩子。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。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，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？走吧。你说，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？啊，不是，其实是13年前。13年前，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，然后3年前，宇天成想把矿拿回来，因为矿里有铜业。那现在正好，那个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，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……哎，你想干什么？黑社会。
万海是黑社会，还是宇天成是黑社会？你知不知道宇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是他怎么了？您多久没见过宇天成了？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？宇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，在香港上市了。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，他有资本，我有能力，对吗？那万海有什么？他就是个山炮，这事儿他干不了。只有宇天成，只有我能干。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，他13年前也是。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？啊？谁又说13年前宇天成他不是黑社会啊？我告诉你，不可以。万海必须是黑社会，他要不是黑社会，我跟宇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，我拿不了这个矿，这3年我就白干了。我没有退路。罗队，您看，通过破解他的手机，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王雪的一些信息。手机照片很多，只可惜没有找到她跟男朋友的合影。不过，通过她的社交账号呢，我们找到了她跟男朋友的聊天记录。你看，我看看。从聊天记录上看，她跟男朋友关系破裂就在这个月。王雪的高额贷也是这个月才产生的。哎，我来捋一下时间线啊，你们看合不合理？这个所谓的男朋友，以分手为要挟，逼着王雪跟他发生性关系，故意拍下裸照，然后把高额贷款直接算到王雪头上，自己卷钱跑。你们觉得合理吧？按目前这证据，可以，有道理。小叶，你能不能追踪一下跟他聊天这个网络账号？这样，我登录王雪的账号，反向追踪一下。好。哎，怎么退出了？我再试一下。显示有人在异地登录他的账号，赶紧追踪 IP 地址啊！我再查，显示在青城大学图书馆。马上联网查治安监控，看看是谁。好。王雪聊天工具 PC 端的登录次数特别少，就只有几条和同学互换作业资料的记录。哎，你看一下他好友名单里有没有可疑的人。他跟你一样是学生会的，同学录里光咱们这届的同学就大几百号人，没有聊天记录真的很难筛。警方拿走了王雪的手机，他们有她的通话记录。还有聊天记录的线索。胖子，给我查一查王雪的网页浏览记录。网页记录，淘宝、知网，还有这个小说阅读网，这些都有什么用啊？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啊，你说这诈骗犯
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王雪信任他的。胖子，你对技术最了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黑客，他是不利用高端的技术，而是从人性的弱点开始入手？你是说社会工程师？对。这个人就是利用社会工程学，去调查、搜集了王雪的社会关系、消费能力、日常习惯，还有兴趣爱好，伪造了相似的背景，去降低王雪的心理防线。王雪在这个斗来网上和一个已经注销了的用户有473条聊天记录，而且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给出了电话号码。他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个渣男啊！跟文杰说的一样，他提及的话题都跟小雪的爱好有关系。你们看。他一上来就提布鲁诺·舒尔茨小说里的话，这是小雪最爱的作家。这个用户的注册时间很短，注销时间也是在几天前。胖子，你能不能反向查一下他的 IP 地址，还有他的注册信息？悬，这些都得申请人网站后台数据了。那起码你把他注册的邮箱给我调出来。我试试。除了这个广告、垃圾邮件，什么都没有。1号晚上12点，在逐浪游泳馆男更衣室，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确实没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我说啊，我们还是把电脑上交吧，调查的工作就交给警察去做吧。不行，昨天就在图书馆，王雪来找我问这些警方的事。如果我当时细心一点，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就非得做点什么，给咱们添上麻烦。还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，就不明白说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道理吗？非得折腾。不过他这受害者是他同学，他想帮忙倒也正常。你们仨摊上事儿了。你看，我们目前就找到这些东西，下一步呢就需要罗队你来帮忙，向斗来网申请调查一部分人的用户资料，估计会找到关于这个诈骗犯的线索。你给我派任务啊？王雪的电脑哪儿来的？她的账号你们怎么登录的？是这样的，她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做。电脑是刚才……哎，林芷月，你在这儿啊？我刚刚去学校门口的电脑修理店，发现了小雪的电脑也在那儿。她不是最近出事了吗？我就先把她的电脑拿回来了。你跟她的关系最好，帮忙转交给她的家人吧。我们想，要是查到什么线索，一定会跟罗队你们说的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案子是我们警察在查。罗队，
我们真的只是想缜密分析行为习惯，搜集相关信息，模拟思维逻辑，从而获得目标心中藏着的秘密。这就是我刚才跟罗队您说的社会工程学。我只是有个建议，这种学问既然能被电信诈骗犯使用，那我们一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对付他们。用不着你建议，你们3个就是添乱，严重影响我们的执法。双儿，带上电脑，带上他们仨，跟我走一趟。啊，罗队长，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是我自作主张要查，他们只是想帮助王雪，所以来看了一下我查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跟你一块回去了吧？好，就你一个人，跟我走。快点儿！在王雪电脑里的聊天记录中，我们发现一些规律。根据这些规律，我们调取了斗来网的后台数据，筛查出大量相似的聊天记录。再通过这些聊天记录进行反向排查，我们发现受害者不止一个。与受害者交流的这些新注销的账号，虽然说用户名和注册邮箱都不一样，但你看，遣词造句、标点停顿，所有的这些书面上的语言习惯来看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。但是总觉得王雪这边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就觉得这个跟王雪的对话更带有恶意。恶意。情感操作的套路，就是对目标进行人格矮化。不光是王雪，其他的受害人都收到了人格矮化的这个信息。但是你分析王雪他们的对话，你就会觉得有明显的自杀诱导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仅仅是诈骗。不仅仅是诈骗。还有一点，咱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时间轴。王雪的这个裸贷照片是在昨天下午被发到网上的，但是真正在网上扩散发酵是在今天，今天上午。但是王雪本人的手机啊，她收到这个短信的信息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，这个信息里面就涵盖了一条链接，是她裸贷的照片。可是这个信息是网上的信息群发器发的，我们又查不到根源。这个人他心理变态吧？不光要骗钱，还专门要害死人。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变态，我就着急，我想抓紧时间破案。还有这么多受害者，我不想悲剧重演。警察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他们就让我提供了一下之前查到的信息。没有就好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。文杰，我替小雪谢谢你。如果当时我追上去问他一下就好了。你不要自责了，你没有错的，错的是那个不要脸的骗子。我现在就希望警方赶紧抓到他，这样就不会有更多人像小雪一样。喂，罗队。我想找一下你那个同学小林芷月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哦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怎么了？这样，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直接嗯。说。喂，罗队，是我芷月。小林你好，我是罗坚啊。有这么个消息啊，我跟你说一下。通过我们在对这个斗来网用户的筛查，还有这个非法的信贷公司的数据的整理，我们现在又找到3个被害人。那我们呢就想跟这个3个被害人了解了解情况嘛，对吧？多搜集一些证据，有利于我们尽早破案。但是呢，
这3个女孩呢，可能担心身份曝光，受到2次伤害，所以都不太配合。我还是想再问问你啊，有没有别的关于王雪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的？我知道的都说了，如果想起什么，我一定跟您说。抱歉了，罗队。文杰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我去找他们谈谈。我来帮你想办法找到他们。嗯。你好，你是似水年华吧？你是？哦，我是昨天跟你通过电话的林芷月，王雪的好朋友。特别感谢你能来和我见面。我看过王雪的新闻，我能感受她的痛苦，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。当然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，可能回忆之前的经历会特别痛苦。如果一会儿我问到什么问题让你不舒服了，你可以不用回答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谢谢。沉默的普鲁斯特，你对这个网名有印象吗？那他一般都在什么时间段跟你聊天啊？仔细想想，这个南珠花海找我的时间还挺有规律的，一般都是下午5点之后出现，到晚上10点就到晚安，说是第2天要早起工作。对了，早上9点之后基本发信息就不怎么回了。那除了线上聊天，你们2个有线下见过面吗？只有过1次，还是我缠了很久Vincent才答应跟我见面的。要不是因为见过他，我才不会像一个傻子一样那么相信他。那他本人长什么样啊？很高，很瘦，他戴个墨镜，看起来很高冷。他穿的都是奢侈品，但不是像那种暴发户啊，很有审美和衣品。他的头发往后梳，抹了很多发蜡在头上，脸上胡子拉碴的，头发也挺乱的，刘海有遮住眼睛，眼睛总是眯着，给人的感觉很忧郁。我觉得他在穿着上并不是特别讲究，洗褪色的工装，但好在干净。他的背一直都空着，话也少，但除了聊文学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特别兴奋。其他的时候，他应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吧？说实话，他给人的感觉挺单纯的，完全不像个骗子。哦，他的手特别好看，拿着小银匙在搅咖啡，手势很优雅。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气质。这种气质给我的印象比他的颜值更加深刻。不是说3代才出一个贵族吗？当时我就觉得他那种谈吐仪态，家里怎么都得是3代以上的书香门第啊。除了这些，他还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？哦，对了，他身上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。什么味道啊？不像是香水，倒是有一点松木香，有一点焦味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爆米花的味道，但是有一点点甜，但不是很重，特别像焦糖的味道。对，是焦糖。那你们当时见面的地方在哪儿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
行。帮个忙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就这么多了。我说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罗队，挺有钱啊你，添麻烦了，给我们看看上个月7号监控呗。我说，你们谁呀？你们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添麻烦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破例。行，您稍等。小林同学已经把你们查的情况都跟我说了。我们是刚从罗山的这个西餐厅过来，人家那家店长就说了，说有个小伙子死乞白咧要看监控，也给了人200块钱，还真看成了，是你吧？不是，我就想看一眼。哪那么大好奇心啊？有钱没处花了是吧？给你要回来了啊！谢谢罗队。行了，警官同志，谢谢。哎，没你事了，别影响我们办案，走吧。走。200块钱什么时候还？不是不还你了。这小子反侦查意识可真强，从进门开始，全都避开了监控摄像头角度，脸都没拍着。你看坐这位置也特别隐蔽。没事，体型身高基本上差不多，跟我们之前看那2家啊一样，应该是一个人。范围确实是缩小了，还不够啊。那就奔办法呗，把这几家店所有的这个沿途的监控都调出来，那不就能看出来他这个行动轨迹了吗？确实够笨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方便讲2句吧。这个人依我看，应该是我们同行。同行？是这样，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啡师。那咖啡师在做手冲的时候呢，对于力度、角度和速度都是非常有讲究的，所以他会反复去研究这一系列的动作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。这个人他搅咖啡的动作和节奏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非常的专业。模范群众啊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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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不交给一下生意，给我来杯咖啡。行，2杯。罗队，咱们之前去的西餐厅在罗山区，冷饮店在灵湖区，这次这咖啡馆就在南城。你看，这人很明显不想让人发现他固定活动区域。3个区都去过了，你看他唯独没有去平原区，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他住在平原，或者是工作在平原？兔子不想吃窝边草。这3次约会，1次周末，2次工作日，工作日的约会时间都是定在晚上7点，这说明和工作地点有2个小时的路程。那就排除了灵湖和罗山这俩地儿太远了。我记得那几个女孩提到过，那个男的身上有焦糖味儿。这家咖啡厅的特色就是焦糖布丁，会不会就是这家？你们俩真不喝酒？酒精过敏。哦，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来了？我们上次来这儿是个咖啡馆啊，怎么现在改卖酒的了呢？进门的时候没仔细看吧？门上写着呢，5点以后该酒吧营业。我们上次来下午哈，喝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冲咖啡。哎，你们这咖啡师有几个人啊？就1个呀。哦，认识他吗？算不上认识吧，就是交接班的时候能打个照面。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李安福啊。你怎么又找这儿来了？
你这样真的干扰我们的工作。王雪的案子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好吧，那就拜托罗队了。回去吧，走。哎，先生，我们马上要闭馆了，要游泳，明天早上9点以后可以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是来跟你咨询一下办卡的事儿。我朋友在你们这办了会员，他跟我说介绍过来的可以打5折，是吧？嗯，对。哦，他叫李安福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李安福是吧？嗯，那你稍等我一下。好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稍微等我一下。我们在咖啡馆找到了他的工作牌，李安福。我们呢也跟3个受害人聊了一下，现在基本上能够锁定整个这个套路贷嫌疑人就是他。之后呢，我查了李安福的户籍档案，他不是咱们青城市人，不过呢，好像16、17岁就到这里来打工了。社区人口普查显示啊，他至少换了7、8次的登记住址，大多数情况呢都是一些零杂工，工资并不高。不过啊，他最近登记的这个住址呢，是一个租金并不低的白领公寓。这个公寓我们也去了，公寓管家说呢，前2天他这个钥匙就交回到管家这儿了，说自己呢是要出远门，要旅行，而且确实2天之内这个人没有出现过。从他的电脑里，我们查到了一份 Excel 表格，你们看，这全是他在斗来网上筛查的用户信息，非常非常详细，就特别奇怪啊。这个李安福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藏匿啊、销毁啊、处理证据的这种打算。会不会因为时间太紧，来不及销毁证据啊？突然辞职说去旅游，又正好是王雪出事那天，怎么看都像是看了新闻想要跑路。是有这种可能啊。不过我也查了他的身份证号，最近都没有乘坐公共交通的长途出行记录。也没有什么租用车辆啊、酒店登记的记录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身份证号办理的手机号早就欠费停机了。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一天，挺辛苦的啊。咱们再坚持坚持，再接再厉啊！这样，你去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，帮我们把整个全市的什么洗浴中心的网吧呀、按摩店、足疗店啊都拆一遍。看看有没有叫李安福的客人登记入住。好，你查出租车公司，你查所有网约车公司，看看这2天有没有李安福这个客人坐车出城的这种情况发生。好吧，好，来，走。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取一件东西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下班了，我们喝咖啡去啊。我的泳镜是放在这里吧？哎，小王。咱2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啊，离他远点呗。
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。你说这李安福总不能是再骗一女的，给他扫一共享单车骑外地去了吧？太扯了。有，文杰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罗队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。其实李安福他不只是个诈骗犯，之前跟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是，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电话要接啊，有时间我给你回过去。罗队，耗子在哪儿？丁子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李安福找着了，比你说那共享单车还扯，快走！怎么样？不对，有得给你带吃的。哎呀，饿死了！我找机会跟大志换一件，他也没吃呢。他人哪儿呢？在酒店大堂守着呢。我们已经确认目标在1311房间了，是个套间，还有3名同伙，调监控发现了。我已经叫了增援。是个诈骗团伙啊。怎么发现他们的？我们就是通过走访出租公司找着的。前天呢，在路边有个人劫车要去东边的余江市，我呢就找到这个司机了，然后跟他核对了照片，确定是李安福本人。哎，你好，我们前面接到余江了，请问具体地址在哪儿啊？还是下高速有人接你啊？你先开着，我打个电话。哎。喂，我已经到余江了。再说一遍，玩我是吧？换地方也不提前说一声。这最后一次，别忘了是你求我办事儿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掉头回去。啊？回青城市。后来司机就把他拉到了这家酒店。我了解完情况之后，带着大志就过来了。本来还怕打草惊蛇，想着编个理由跟前台从侧面打听一下，结果还没到酒店，就在旁边小吃街碰上他了，吃冷锅串呢。出了人命了还这么嘚瑟，心真大。没有庄文杰给咱们提供思路，就靠咱们在这儿解码代理服务器，想确定他的物理位置难着呢。没错，刚技侦那边也给我发信息了，李安福他公寓的 IP 地址直接登录过其中一个诈骗账号，估计他是想把自己的真实 IP 隐藏在这么上千个代理伪装的 IP 地址里边，让咱忽略过去，想跟咱玩灯下黑。浩哥，我们到了。原地待命。对，人都到了。咱们动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你他妈还有心思出去逛街吃东西啊？那么小心干什么？我们4个待在一个套房，越是鬼鬼祟祟，越显得可疑。我现在看见你怎么就这么恶心呢？这马上要办大事，你出去骗钱去了，还弄出人命了。我怀疑他是诚心的吧？啊，他诚心想把雷子弄过来，是不是弄死咱们啊？出了事你看着，红姐要不要你命？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教训我？是你们红姐说等着看我的本事，我才拿几个小姑娘试试手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做什么用不着跟他交代，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。
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他说咱是狗，放开他！连福，确实是我们把你请来的，但是你要是不小心自己把尾巴露出来，让别人逮住了，到时候别怪我们弟兄手狠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做这种事多少年了，哪次栽了？现代社会嘛，网络就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有无数个身份，把最真实那个藏起来，没人能发现。楼层的结构已经都摸清楚了，2侧的消防通道都安排了咱自己的人，很好。13、11号的房间侧对着电梯间，酒店管理的人已经把9到16层的中层梯都给停了，防止有人突然上来干扰咱的行动，很好。还有这上下3层的住客已经妥善安置，一会儿耗子跟我冲进去，您和双在外面堵着门，妥妥的瓮中捉鳖，根本跑不了。你还真是成长了，继续努力，开始行动。电梯上去。